家好，欢迎收听阿耍与高龄生活奇迹系列。这个系列为什么会与大家见面呢？这个起因来自于有一天我在一个餐厅里，高龄也在旁边，我的 CD 高龄跟我的好朋友们，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大家突然聊到了其实大家应该会很想了解灵性跟生活之间真正的关系。于是我就我跟 CD 高龄就同时就有一个很直接的反应，我们来做一个高龄怎么跟我生活在一起。高龄怎么跟我生活在一起？你们觉得是他闯进我的生活，还是我闯入他们的空间呢？然后高龄他长什么样子？高龄来自于哪？高龄是什么？为什么一定要高来高去呢？在他们的教导里，当他们刚开始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他们不太用高龄自居，是因为慢慢的我们认为人可能会很习惯的把灵分成高等跟低等。而什么叫高等跟低等？就像我第一次我遇到一个人，他就问我说，那高龄是高龄，那些需要被帮助叫低龄，那你自己是什么龄？没错，这就是我遇到的问题，就是在我的生活里，我被区分了，跟灵界有了很多的关系。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在高龄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它也不是毫无预警的。我回想，我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被安排好，直到我成为真正的通灵人。在很小的时候，我妈妈就会说天语，我妈妈说她连接的是妈祖，她通的是妈祖，所以从小就会有一个在无形的空间里有一个巨大的很正向的像另外一个神性母亲的，她叫做妈祖。我妈妈说她是黑面妈祖，她就会跟我说话，所以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了灵界。逐渐的我到了法国，我认识了另外一个世界，跟我们现在在台湾认识的灵界不太一样的世界。他们称为高灵，就是更高的存有，他们可以带领我们朝向一个更光明的境界，所以我们在法文里面称它为高灵。而这个高灵呢，在我第一次接受能量疗愈的时候，我初次认识能量疗愈的时候，高灵他透过这一个 channel， 就是也是像我这样通灵人的一个长辈，他在我的手上画了很多很多的动作，他为我拔除很多的所谓我身体囤积的情绪印记，还有一些需要丢掉释放的。我可以完全感受到能量在我身上流动的感觉，它是强烈的，就一阵一阵的能量从头顶下来，从我的身体这样穿梭窜来窜去。这是我第一次认识高灵与能量在我的身体流动的感觉。当然这个奇迹也变了，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完全不懂什么叫能量疗愈、脉轮疗愈，什么叫高灵。而我接触以后，我身体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从一个非常不快乐的自己变成了一个我觉得我可以从内在里面感受到爱的流动。那我的身体也发生了奇迹，我从小我的身体感觉一直有很多的堵塞，所以我的妈妈带我到处去看医生，就是比如推拿啦，或者是甚至用那种注射B12到我的颈椎，因为我身体常感觉有很多很多的堵塞，然后我有很多奇怪的动作跟表情，还有那种抽搐，是因为我身体就是不流动的。26岁那一年，我认识了高灵与能量，我第一次感觉我可以深呼吸，我的身体瞬间在那1-2次的个案以后，我变得好清爽好轻盈。对我来说它是神奇的，但因为在从小在东方台湾的家庭里，这个道教妈祖他似乎没有办法帮我疗愈，可是他却给了我很多的生命智慧跟意志力，我就把它称为是本土的高灵，所以我不称他妈祖。在本土的高灵里面，我觉得他们给我的是一种对生命的正向的可能性，他们很多的关注，很多的预言，很多的支持，就告诉我要继续努力。
可是在西方呢，我却认识了这些高灵，他们是可以疗愈人的身心，这就是我第一次认识他们。至于他们怎么发生在我身上，我为何说不是不预警的情况，是因为我的内在当接触了高灵与能量，我奇迹式的发生变化的时候，我回到台湾这个土地，我有一个很深的期许，我想要让更多人认识这个东西。所以在一个因缘际会里，我可能去当志工，我看到一些病人，我发了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心愿，而这个事情的奇迹就这样开始改变了。我在心里，我告诉不知道是谁，我说了，我想要让这个世界如果可以透过我可以去给予的能力让人变得更好，对我来说就是身心的健康，那个好重要，因为我从那个状态变成这个状态，所以我发了一个愿，是不是老天可以透过我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可以变好的可能性。就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我刻意去找一些能量的场域，因为那时候真的有很多的能量工作在蓬勃发展。然后我一到那个场域里，我像一个陀螺一样，就是我的下半身是坐着，可是我上半身是360度在旋转，整个场子就只有我这样子。然后我整个2个小时一直在旋转，就像是那种坐着，然后你整个人就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它非常神奇，而且在我身上发生了。过没几天，高灵就出现在我的生活里。过没几天，我发现我置身于他们的空间里，在我们之间其实并没有闯入，即使在过程里我很害怕，我觉得我被带到另外一个世界，然后我也没想到原来通灵在初期可以这么爆裂式的发生身体上很大的巨变，你整个身体变得非常的敏感，就像是你没有皮肤一样，你被扒开了，你可以感受到所有的东西，然后接着有不同频率的能量就出现在你的空间里。我快疯了我还记得那时候刚通灵的时候，我请我的哥哥，他是精神科的主任，我请他帮我检查我是不是疯了，因为我开始会讲我听不懂的语言，我开始会比手画脚做我看不懂的手势。可是我从一开始其实跟所有人一样，我怎么知道他是高等灵还是低等灵，还是很可怕的恶作剧的鬼，他闯进我的生活里在主使我。因为我们一直都有这样的恐惧，在无形世界里敬鬼神而怨之，这些鬼神到底要把我带到哪？我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我答案。那我记得我还打电话问过法国那一位疗愈师，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你的心会知道，只有你的心可以知道所有的答案。所以我的通灵路就这样一点一滴开始出现了。生活奇迹系列，我们想要为大家呈现的就是高灵在我的生活里，我在他的空间里，我们其实是互相在帮助对方。我如何让我的生活里跟我的指导灵跟我的高灵们可以调配得当，而在这个过程里他可以带给我什么，我可以带给他们。我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对神性的世界是盲目的期待被帮助，还是我们其实可以共创一个互相友好互相支持，我们共同创作的一个生命的道路。阿莎与高灵，我们的第一集是高灵闯入我的生活，还是我闯入他们的空间？谢谢各位今天跟我共度这一个小小的生活奇迹系列，下次见喽，拜拜。